这是剧本杀玩家？几位，我们这儿还没到营业时间，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先坐吧。衣服都湿了，容易着凉，那边有纸巾，先擦擦吧。店家上菜。道具做的挺逼真啊，不过我们这儿不收银子，扫码或者现金都行。扫码？那是何物？重八莫要露馅儿。这道具怎么跟真的一模一样？陛下，外面这条街不似人间。既来之则安之，那店家若有歹心，先拿下便是。来喽！先吃，吃完再说。这牛肉我腌了一整晚，用了27种香料，保证你们没吃过这么香的。看您这表情就知道好吃到爆了吧？此为何物？这是啤酒啊！您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啤酒，好酒。好吃，朕活了这么大，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，此物当列为贡品。行，回头给您老打包一份火锅底料带走。店家，你这店开了多久？刚开1个星期，再没生意就得关门了。为何关门？这条街太偏了，旁边不是修电动车的，就是卖花圈的，正常人谁会往这儿跑？来，店家喝酒。几位是来旅游的，还是去参加什么古装活动啊？算是吧。店家，我考考你，若是当年朱重八真当了皇帝，你说我这大明江山能不能万年长存？万年长存？您这剧本没看透啊？哦，怎么说？朱元璋这个人啊，说白了就是个命苦的老头，从一个要饭的一步步干到开国皇帝，古往今来独一份，他身边最亲的人却一个个都走在了他先前。他的大儿子朱标，那是他倾注了半辈子心血培养的继承人，结果呢？洪武25年，朱标去陕西考察，回来没多久就病死了。朱标死后，朱元璋立了朱表的儿子朱雄英当皇太孙。可朱雄英8岁那年就夭折了。一个老头子，先死了儿子，又死了孙子。一派胡言！朕乃大明皇帝，朕的儿子怎会病死？朕的皇后怎会病继？妖人，该当何罪？退下。店家，你方才所说的这些事，可有依据？有依据，依据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。那张地图上标的是2024年，大明早就亡了，已经是600多年前的事了。请问店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石。你可愿入朝为官？店家可否容我问几个问题？请。你刚才说的那些事，是已经发生过的，还是还没发生的？对你们来说还没发生，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我读过历史，你们那个时代发生的事都被后人写成了书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可我大明朝的事，怎会被你一个600后的火锅店老板知晓？因为历史从来都不是秘密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，打的每一场仗，下的每一道旨意，杀过的每一个人都白纸黑字写在历史书上。继续说。太子，你真的想听吗？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是福气。我想听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时日无多，那我至少要知道，我还能为我爹、为我弟弟们做些什么。行，既然你们想听，我就先跟你们说个大概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中性笔。居然没有墨香。洪武皇帝，您于1368年登基，在位31年，1398年驾崩。驾崩前，您把开国功臣差不多杀光了。胡惟庸、李善长、蓝玉、傅有铎、冯胜。胡惟庸暗杀3万人，蓝玉暗杀15000人。可您偏偏漏了一个人。谁？燕王朱棣。老四，
他怎么了？您驾崩后，皇太孙朱允文登基，削藩，朱棣起兵造反，史称奉天敬帝。建文4年，他攻破应兵府，建文帝下落不明。朱棣登基，年号永乐。不仅如此，他把建文朝的大臣几乎全部处死。方孝孺因为拒绝起草即位诏书，被诛了10族，连申生朋友算在内，一共883人。你是说，我杀尽所有功臣，给我孙子铺路，结果最后我孙子被我自己的儿子给掀了？是。我处理了所有可能觊觎皇位的人，唯独留下了我自己的儿子。是。而我儿子在最不该造反的时候造反了。是。殿下，你说的全是真的？真的。可有证据？繁华中，谁在顾盼流连？这是何物？手机能记录也能播放画面。里面那人是谁？里面那个人是演员，在演朱棣。这人长得倒有几分像，就是气运差远了。帝儿哪有这么文绉绉的？鸡屎发热，在你们那儿这可是绝症。这孩子是不是最近一直发低烧，吃不下东西，也没什么精神？虫爸，雄鹰他真的发热了。何时开始的？这几天赶路太急，昨晚雄鹰就说浑身没力气，我还以为只是累着了。我先给他量个体温。39度，高烧得赶紧退烧。这是布洛芬退烧药。在现代，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都会备着这个，安全的很，见效也快。大哥哥，别动，大哥哥在给你治病。我朱元璋这辈子杀过人，放过火，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但我从不欠人情。今日你救我孙儿一命，这份恩情我朱元璋记下了。您先别急着谢，烧还没完全退呢，等退了再谢也不迟。烧退了。爹，雄鹰的烧退了。店家，这附近可有客栈？这么晚了，雨又这么大，你们先在我这儿凑合一晚吧。楼上还有几个空房间，本来是我住的地方，条件简陋了点，别嫌弃就行。楼上？对，这店是我租的。楼上是住的地方，3室1厅，我自己住一间，另外2间空着堆杂物，收拾收拾就能住人。8个人，2间，挤一挤呗。您和皇后住主卧，太子带着皇孙住次卧，5位护卫大哥在客厅打地铺，我睡店里这张折叠床就行。那怎么行？这是你的家，怎能让你睡店里？没事儿，我店里那张折叠床睡着挺舒服的。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总不能真睡大街上吧？总得有个暖和的地方落脚。大哥哥，你家有热水吗？我想洗脚脚，黄奶奶说我脚臭。店家，叨扰了。店家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明天再慢慢跟你们解释，今天太晚了，先安顿下来。我先教你们怎么用热水器。这水居然自己就热了。是热水器烧的，用电的。大哥们，今晚委屈一下，就在这儿打地铺吧。卫生在那边，热水随便用。多谢店长。店家，啊，你为何帮我们？你不怕我们是要挟吗？说实话，我怕你那5个护卫手里的刀可是真家实。但刚才那个小孩叫我大哥哥，我没办法对一个叫过我大哥哥的人见死不救。朕记下了。明天醒来他们还会在吗？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一场梦？冰凉的感告诉我，这不是梦。您想出去看看？出去。你昨日说窗外跑的那些铁盒子叫车，街上那些高楼叫大厦，朕
想亲眼看看。爹，外面情况不明，太危险了。店家若有害咱们的心思，昨晚就不会救雄鹰了。行，但有几个规矩。第一，得换衣服。您这身龙袍穿出去，不出300米就得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换何人的衣服？就这么简单。那些铁盒子居然会自己跑，会烧汽油或者电的，不用牛马拉，最快的1个时辰能跑好几百里。那些楼有多高？最高的那种100多层，300多米。朕的南京城城墙，最高也不过2丈6啊！走吧，我带你们四处逛逛。小宋啊，你这店开的怎么样了？上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，水电费也拖了半个月。我这房子可不是慈善机构，你付不起就趁早搬出去。上个月确实没周转开，您再宽限我几天，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凑齐。宽限？我都宽限你1个多月了。小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大学生开什么火锅店？你看看这条街，左边修电动冲车，右边卖花，谁会往这儿吃火锅？你这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别动手，我来处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还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你这个坏人，不许欺负大哥哥！王叔，您消消气，这1周之内我肯定把房租补上，您放心，我宋时说话算话。店家，朕欠你的不只是一条命。走吧，先带你们逛逛再说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这包子比朕御膳房做的还好吃。这是手机店，你们昨晚见过手机？这里就是专门卖手机的地方。这些小盒子，差不多人人都有吗？不光是手机，现在的人身上几乎都带着好几样你们那个年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。大哥哥，大哥哥，这是什么？路灯。哦，那又是什么？垃圾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消防栓。那个亮闪闪的是什么呀？红绿灯。哦。那人可是朝廷的义卒。那不是义卒，叫外卖骑手。您想吃什么，在手机上下个单，就有人给您送过来。速度比最快的1码还快。床前明月光。这些孩子都能读书？都能，6岁到15岁，国家强制义务教育，学费全免，家里穷的还有补助，管午饭，还发文具。店家，你说，朕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您怎么这么说？朕登基以来，办国子监，兴社学，拼尽全力想让天下读书人都能有书读。可朕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花了那么多的银子，最后也不过让天下的读书人多了1、2成而已。你这里人人都能读书，个个都有饭吃。包子刚出锅，连街边卖包子的大姐都能做出比朕御膳房还好吃的包子。朕一辈子都在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可朕拼尽一生的努力，在600年后看来，竟像蚂蚁搬山一样可笑吗？走吧，该回去吃早饭了。爹，那店家没有回答您的问题。他答不上来，朕自己也答不上来。大哥哥，好了没有呀？快了，快了。拿着小心烫。黄爷爷、黄奶奶，爹爹快来吃！大哥哥煮的丸子超好吃。兄弟，刚才你对那个王伯伯说的话是谁教你的呀？没人教我呀，他欺负大哥哥，我就是看不过去嘛。那你知道什么叫看不过去吗？就是心里不舒服嘛。大哥哥给我煮火锅吃，还给我治病，他是好人。那个伯伯凶他，就是坏人。好人被坏人欺负，我就要帮好人。这孩子随你彪儿。
太子殿下，这活我来就行。在家的时候我是长子，洗碗擦桌这些活没少干，进了宫反倒没机会碰了。母后总说太子做这些有失体统，可我觉得人不能忘本。殿家，我想问你件事，我四弟朱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个实打实的能人，能打仗，会治国，眼光也长远。他在位的时候，明朝的版图扩到了最大，国力也到了巅峰。郑和下西洋的宝船，最远都开到了非洲东海岸。可他不该夺皇位。对，是不该。可他夺位之后确实干得不错，这也是最让人矛盾的地方。殿家，你说如果我没死，大明会不会更好一点？我不知道，历史从来没有如果。但我可以说句实话，您在史书上的评价比朱棣要高啊。史书上说您为人仁厚，勤勉上进，文武双全，满朝文武都心服口服，有着史上最强太子的名号。殿家，我爹的脾气你也见识了，他这辈子最恨被人骗，被人背叛，可最怕的是失去身边的人。你昨天说的那些话，句句都戳在他心上。他看着没事，其实我知道他一夜没合眼。我爹这辈子身边的人走得太早太多了，父母早逝，大哥饿死，二哥病死，大嫂带着侄子改了嫁，他当过和尚，在乱世里滚了半辈子，好不容易打下这片江山，身边的人还是一个一个离他离去。所以殿家，我想求你帮个忙，在我爹面前别只告诉他谁死了谁反了，也告诉他谁活着，谁做对了什么，谁让这个国家变好了。他需要的不只是结局，还有这些事的意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陛下，我跟您说说您这辈子做对的那些事。什么？做对了的事？先说说您自己，您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从泥地里爬出来的农民皇帝。刘邦好歹还做过亭长，您是真真切切放过牛，要过饭，当过和尚的苦出身，从一个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的朱重八，到开创300年大明的开国皇帝，这事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奇迹。您登基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劝课农桑，您下令让军队屯田，3年免交赋税，又派官员走遍全国丈量土地，把被豪侨霸占的田地还给了农民。洪武年间，全国耕地面积从元末的120万种增加到了380万种，人口从6000万涨到了7000万。您还下大力气整顿吏治，对贪官污吏零容忍。您设立督察院，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，这种力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可你不是说大明最后还是亡了？是亡了，但不是因为您打下的根基足足撑了大明近300年。300年，在中国历朝历代里，已经是数1数2的了。您还修元史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您想让后人从元朝的灭亡里吸取教训，这说明您不只盯着眼前，也在为子孙后代着想。从洪武之治说到大诰3别，从移民垦荒说到皇册制度，从李甲制说到量场式。殿家，你说这些是特意来安慰朕的吧？不是安慰，这些都是真的。您这辈子做对的事，远比做错的多。皇爷爷怎么了？皇爷爷没事，就是心里有点难受，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为什么心里难受呀？因为皇爷爷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清清楚楚记得他做过的所有好事。没事没事，留个纪念。殿家，你说我回去之后还能再看到这样的世界吗？醒了，去洗把脸，粥马上就好。您别忙活了，我来吧。你来什么来？你这几天又是治病又是烤肉的，累成什么样了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昨晚你靠在收银台上就睡着了，熊毅要叫你回床上睡，我没让。你这孩子也不知道心疼自己，去叫他们起来吃饭吧。今天天气好，吃完咱们出去转转。殿家，这段说朕正猜忌好杀，刻薄寡恩，是哪个酸人写的？这是明史里的标准评价，清朝人修的。就是灭了大明的那个清朝。对，清朝人修明史，前后花了100多年，有些地方难免带着胜利者的偏见。您要是觉得不公道，我给您看个东西。朱元璋是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，他不是圣人，他有缺点，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从泥泞里爬出来，用血肉之躯撑起了一个民族脊梁的人。写这个帖子的人是做什么的？就是个普通网友，网名叫爱吃火锅的历史迷。巧了，跟您一样最爱涮毛肚。这人倒是真懂朕。妹子，你这粥熬的比宫里御厨强多了。是你自己饿了。雄鹰，等咱们回去，皇爷爷给你建一座最大的藏书楼，把天下所有的好书都收进来，让你随便读。
那有火锅吃吗？今天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何处？是博物馆。想知道这600年到底变了多少？去那儿一看就明白了。博物馆就是放老物件的地方，对吧？对，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，现在都成了文物，摆在玻璃柜里，供后人参观。走去看看。是元代的铜火锭，当年您跟陈友谅、张士诚打仗的时候，应该见过差不多的家伙。见过，陈友谅的水师里就有这东，比这个还大些。这玩意儿在当年已经算是顶厉害的兵器了，可现在成古董了，只能摆在这儿给人看，再也不用上战场了。那现在打仗用什么？这铁鸟比朕的骑兵快多了吧？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何止快多了，根本没法比。这是朕的，是洪武官窑烧的，您在位的时候出的，全世界现在存世的不到50件。爹爹，你看这些钱跟咱们带的一模一样。你看这背面的字，跟咱们袖筒里揣的那些分毫不差。那为什么我们的钱和他们的钱都一样呀？因为这些钱是你皇爷爷下令造的，当年造了好多好多，用了好长好长时间。你看到这些钱，就知道爷爷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殿下，朕在想，要是朕回去之后，那些不该杀的人能多留几个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？皇帝陛下，我没办法告诉您该怎么做，但有一句话我想说：您杀的那些人里，有该死的，也有不该死的。您是皇帝，您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，可您也有责任，在动手之前好好想一想，这个人到底该不该死。您以前杀人是因为觉得杀了之后天下会更好，那您现在可以想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个人活着，天下会不会更好？皇爷爷，你看金叶子。金叶子。皇奶奶，那些小孩为什么都穿一样的衣服呀？那是校服，上学的孩子都穿一样的衣服，这样就不会比谁穿的好，谁穿的差了。他们滑的那个是什么呀？滑梯，从上面滑下来，可好玩的。我能玩吗？请进。来，大哥哥带你进去玩。抓好扶手，松手滑下来。别怕，爹爹在这儿接着你。爹爹，我还要玩，还要玩。雄毅在宫里从来没有这样笑过。等回去，朕就让人在宫里也给雄毅建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你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吗？滑梯。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烤箱，用电的，不用炭火，不用看火候，定好时间就行。这玩意儿得多少银子一台？哦，您想买？想买一台回去，御膳房那帮人连个包子都做不好。朱元璋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但朕服你。您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因为羊腿，是因为你这几天做的事。你救了雄鹰，看了这天下，你让朕知道这辈子做的不全是错事，这些朕记一辈子。大哥哥，我也服你。快尝尝，看我烤的羊腿怎么样？这哪儿来的？朕让徐兴去换的。臣昨夜带着2档银子去了一处叫典当行的地方，那掌柜的说银子是真的，给了1万块这个。臣以为那掌柜的亏了。朕看把这插头剪了，直接接那根黑管子就行。店家说了，这东西得通电才能用，咱们那儿哪有电啊？那就想办法造电。朕就不信600年后有的东西，朕还造不出来。我没告诉他们，电的原理其实不算复杂，但要把这烤箱改成能用的，别说朱元璋一个人，就是整个大明清全国之力，1代人之内也未必能造出来。
陛下，这东西您带回去真没用的。哎，朕知道。店家书上写的那个崇祯，他真的上吊了？真的。眉山在哪里？在北京，明朝的时候叫北平，是朱棣迁都过去的地方。这宫殿是第二建的？对，永乐4年开始建，14年建成，用了上百万人力。大哥哥，给你。这是黄奶奶昨晚做的，她说大哥哥这几天太累了，要送你礼物，我也帮忙了哦，我还倒了蜂蜜进去的。哦，谢谢大哥哥，很喜欢。今天正好有空，我带你们去看看应天府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朕的皇宫还在吗？明景宫遗址公园就是您当年建的皇宫，大部分宫殿都毁了，但地基和遗迹还在，还有一些城门和陵墓保存的还算完好。走，朕要去看看。你就点了2下手机，这铁盒子就自己过来了。这是租的，1天500块。程爸，你是3岁小孩吗？哼。前面是南京长江大桥，桥上面走汽车，下面走火车。这是长江上第一座我们自己建的桥，建了8年，1968年通车的。1968，朕死后570年。店家，这速度在朕那会儿，800里加急的一马连一半都赶不上。这还不是最快的，高铁能跑到350，飞机能到900。朕当年在长江上跟陈友谅打了一仗，他的船比朕的大，人比朕的多，朕都以为要输了，结果突然刮了一阵大风，朕的船顺风，他的船逆风，朕才赢了。这么多年，朕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没有那个风，会是什么样？那您现在知道了。应天府，这是奉天殿的。黄奶奶，你看这片叶子好大。雄鹰，这里呀是你黄爷爷以前住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没有房子呀？这玻璃下面是朕的奉天殿。是，面阔9间，进深5间，象征着95至尊。上面的建筑已经没有了。这东西当年烧了3年。朕登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建皇宫，烧琉璃瓦的窑厂就在聚宝山下。您连这些都记得？朕记得每一片瓦。那朕的陵寝还在吗？明孝陵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就在紫金山南麓。朕本怀右不依天下大乱，率师渡江，除不乱定天下。朕写这兵文的时候49岁，现在朕65了。65了。爹爹，这个大象好大，是真的吗？是石头雕的，你黄爷爷让人雕的，放在这里给皇陵守门。守了多久了？600多年了。孩子，朕以前总想着，等100年之后跟你葬在一处，下辈子还做夫妻。现在朕知道了，原来朕死了600多年，你还一直陪着朕。这城门是朕下令修的，3座瓮城，4道城门，每道都有1000斤闸。敌人要是冲进来，就把闸放下，正好关起门来打狗。关起门来打狗？店家这城门在600年里可曾被攻破过？太平天国的时候被攻破过，但每次都是因为武器差得太多，不是这城门不够结实。爹，您修的这个城门守了这座城600年，够了。店家，朕听说600年后的秦淮河还有个名字叫爱琴河。您怎么知道的？昨晚你自己看手机，那里面有个女子说的。她说来南京不去秦淮河等于没谈恋爱。
走，吃东西去。夫子庙的小吃可有名了，鸭血粉丝汤、盐水鸭、蟹黄包、梅花糕，样样都有。这汤好，鲜得很，比朕御膳房的汤都鲜。这是绿豆做的，这是红薯粉做的。红薯是明朝中后期才传入中国的，您那会儿还没有。好吃，里面还有水。那是汤，不是水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古人认为天圆地方，天上的星星是神灵的眼睛，但我们现在知道，星星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星球。爹，他说星星不是神灵的眼睛。朕听到了。每一个星球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那您，彪儿，朕以前登基的时候，钦天监说紫微星明亮，是大吉兆，朕信了。后来太子没了，皇后也病了，朕再问钦天监紫微星怎么样，他说还是一样明亮。朕当时真想杀了那个钦天监，但终究没下手，因为朕知道他不是在骗朕，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朕斗了一辈子，斗天斗地斗人，斗到最后发现天不是天，地不是地，人也不全是人。但有一件事儿朕没弄错，朕让百姓吃饱了饭，这个是真的。皇爷爷，下面也有星星。那不是星星，那是家。店家，今日种种，朕记一辈子。您别光记着，回去之后该改的改，该留的留。朕回去2年以后，要不要把今日所见所闻告诉旁人？如果看到了高耸入云的楼阁，不用牛马就能奔跑的铁车，旁人会怎么想？会以为朕疯了。不是疯了，是会被认为皇帝遭人蛊惑得了癔症。到时候您说的话没人信，您想做的事儿做不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朕什么都不能说？会很孤单，但得习惯。朕也习惯了。这玉佩朕戴了30年，当年打陈友谅的时候，一支箭直射朕胸口，就是他替朕挡了一下。你看，上面还有一道裂缝。这东西太贵重了。贵重什么？你救朕孙子一条命，朕给你一块破石头，你还嫌贵？收着。以后遇到什么难事，看看这块玉佩。朕虽然帮不了你，但朕知道你一个人能扛过去。熊一回去之后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听皇爷爷、皇奶奶的话。大哥哥，我还会来找你玩的。店家，朕走了。皇帝陛下保重。店家保重。店家保重。这是肉钱，朕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是让人研究内座的冰箱，若造不出来，朕再来找你，朱重八。重八保重。